蓝忘机架开他的手，轻轻搓揉几下，冲洗干净。小小的布料就在他手指间穿梭来回。魏无羡眼睁睁看他拿了衣架，把自己的内裤拧干挂好，还细心整了整皱起来的边，只觉得一举一动都带着令人难以直视的色情。当下偏过头去，心虚地看着地板。怎么醒了？蓝忘机问。生物钟没倒过来。魏无羡洗漱完，顶着一脸水珠走出来，讪讪道。蓝忘机看了他一眼，把鲜虾粥盛好放在他面前。你没睡好。魏无羡心底悸动慢慢变成了心虚，悄悄抬眼看了看，忍不住揉揉眼角。哪有啊，别揉。蓝忘机隔开他的手，恰巧见一滴水珠从他脸颊上滑下，手指微顿，还是直起身吃饭，眼睁睁看着那只手挪开。魏无羡低头搅拌热粥，雪白软糯的米在砂锅中炖煮开花，粘稠粥汤包裹着鲜红全躯的虾仁，出锅前撒了胡椒粉增味，上头撒着一点葱花。勺子搅开，鲜香味道便充盈在小小的房子里。就着粥的是一小碟酸辣白萝卜。魏无羡吃了口萝卜，还是熟悉的味道，放了多1倍的辣椒，酸味更增鲜辣，吃后口舌生津，味道十分熟悉，甚至要比10年前更好一点。不知道是辣味还是酸味冲鼻，魏无羡赶紧吃了口粥，舌尖一烫，忍不住吐着舌头嘶嘶几声。蓝忘机给他倒了杯水，慢点吃。好吃。魏无羡低着头搅拌热粥，被烫得眼睛发红。你做了多久？1个月前。1个月前。魏无羡轻笑一声，叹了口气。这是新做好的，之前的呢？蓝忘机顿了顿，分送同事了。魏无羡喝着粥，没忍住笑出声。你同事恐怕很惊讶，蓝忘机居然还会自己动手做腌萝卜。蓝忘机道，以后都由你吃。好，以后都。魏无羡想和以前一样自然的笑一笑，但或许真的是忍得太久了，他不能再像原先计划的那样一步一步慢慢来。他从回国后就一直想着这件事，直到今天早上，或许是吃药后久睡的后遗症，再也不能保持忍耐和清醒，或许是酸辣味太过冲鼻，以至于双眼微红。他问蓝忘机，我能抱抱你吗？他问的声音极轻，像是怕惊扰好梦，又怕再听见一声不必，于是只匆匆抬了一下头。含糊说出这句话，又飞快低下头喝了口粥。这粥挺好。魏无羡叼着勺子，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厨房烟火气和着洗衣液的香味涌了上来，但在一切散去之后，嗅到了最清晰的味道。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味道，甜酸咸辣，浓香淡香，各有千秋。树叶有树叶的味道，纸张有纸张的味道，木桌也有木桌的味道。而此时充斥鼻翼间的味道，在魏无羡这里有独属的名字。蓝忘机。魏无羡把勺子从嘴里拿出来，支棱在蓝忘机肩膀上，也不用抱这么紧，有点无法呼吸。谁知道听了这句话，蓝忘机手上力道更重。魏无羡仰着头靠在他肩膀上，嘴巴里还有粥在嚼，没忍住笑了。怎么？魏无羡含糊道。仰着头，咽不下去。蓝忘机顿了顿，略退开一点，又被抓住了。这样就行，刚刚好。温度和感觉都刚刚好，和10年前一模一样。蓝忘机似乎从来也没有变，他无论从天涯海角处回头，都能够被蓝忘机凝望的目光接住。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呢？魏无羡给父母扫完墓，回家路上去买了新的厨具，在门口等蓝忘机，半路上遇到温潮，从车上下来往。本该在牢里的人嚣张地穿过人潮，停在几步之外，隔着大半个雨幕，挑衅地朝他竖起中指。魏无羡面无表情看着他，眼下带着失眠多日的青黑，整个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神采。什么天才少年，什么理科状元，在权势的车轮下不过是虫蚁。如今家破人亡，身败名裂，还能傲得起来吗？温潮越看越是志得意满，就算你找你姘头家里帮忙又有什么用？你指认的事情都没有证据，我还是全虚全伪出来了。魏无羡冷冷看着他，缓步走上前，见温潮退后，那你害怕什么呢？孬种，我怕你。温潮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我只是不想浪费时间，你还是多去给你爸妈烧点纸钱，保佑他们快托梦给你，
抓到肇事司机。魏无羡攥紧拳头，狼一般紧紧盯着温潮，另一只手背在身后神经质地抠弄着刀柄的塑料。不过他们是雨天酒驾，不知死活，又哪里来的肇事司机？温潮啧啧出声，爸妈死了，公司破产，自己乱搞被退学，我要是你，活着还不如死了。真烦人，魏无羡想。我手里恰好有刀，温潮就在他面前，为什么不能？似乎才过去一瞬，又或许是很久。他感觉到有人紧紧抱住了自己，在路人异样的眼神中将他拥入怀中，死死扣住几乎要拔出的水果刀。而他只眼睁睁看着温潮丢下不屑的眼神上车，扬长而去。蓝忘机，他声音嘶哑，几乎要把满腔愤懑悲伤宣泄出来，却被堵在喉管间，低如喃喃絮语，只有蓝忘机听见，我想杀了他。